大婚前，我撞破未婚夫，与庶妹私通。进猪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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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人判他进猪笼，偏疼他的父亲竟默许。新月，岳父大人，都是我的错，是我被他下了药，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求你们原谅。未婚夫用血书玉镯告罪，谎称被下药。新月，这个是专门给你做的，多吃点。新月，天凉了，别着凉。此后两人对我百般讨好，我以为苦尽甘来。谁知7日后，我和庶妹竟莫名交换了身体。阴间行过山与水，你憔悴，我替你明媚。你们放开我！我不是他，被迫替他进猪了。我不是高雅静，我是高新月。你还不知道吧？父亲疼你，夫君对你百依百顺，只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心，带着这镯子与我交换身体，成为我的替死鬼。你去下地狱吧！我不是高雅静，我是高新月。这是……大小姐，别害怕，只是有个乞丐突然冲撞，我这就把他赶走。大小姐，我回到我的身体里了。没有镯子，镯子不在，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发现陆林和高雅清奸情的当天。滚开，臭乞丐！小姐，大小姐别害怕，居然敢惊扰您去给姑爷送食，我这就把那乞丐赶走。等等，哎，小姐你怎么下来了？一会儿脏了你的脚。小姐，众位舅舅，被庶妹高雅静卖进妓馆的丫鬟香儿。我明明悄悄将他赎回，还给了他一笔钱用于治伤，可看他现在这样，是怎么回事？香儿，你这是怎么了？大小姐，二小姐她不知从哪儿学的邪术，给我下了桃花蛊，只要1个时辰不合欢，我便浑身如万重啃食，生不如死。大小姐，我是活不了了，你一定要小心二小姐啊！看来我与高雅静的魂魄互换，从来都不是临时算计，而是他们蓄谋已久。上一世我懵懂入局，任人宰割，落得惨死下场。这一世我定要步步提防，逆势翻盘，让害我之人一一偿还。掌柜，照着这张图纸，用最好的材料，以最快的速度打一个一模一样的镯子，不惜一切代价。今日日落之前必须做好。姑娘，这镯子纹路太过复杂精细，寻常工匠至少要3日才能完工，1日之内怕是……这是定金，做好之后再给你3倍工钱，只要做的和图纸分毫不差，价钱不是问题。够！姑娘放心，我亲自上手打磨，保证日落之前给您送到高府，绝无半分差错。大小姐，不好了，准姑爷和二小姐私通被人发现了。不守妇道，破坏高家门风，按祖规进猪笼。岳父大人，求您饶了静静这一次，都是我的错，是我被他下了药，才一时糊涂犯下大错。演的真像，上一世我就是被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骗了，以为他真心回国，父亲一改往日偏心模样。女孩子家吃这么多，成何体统？禁食3日，罚抄女戒100遍。好好吃。我们静静就是有大家闺秀的讲究，怎么吃？不知廉耻！
光天化日之下和男子拉拉扯扯，败坏高家门风。慢点跑，别摔着了。还有哪儿不舒服？爹这就去找郎中。爹爹是不是不喜欢新月？新月啊，是爹对不起你。你娘是商贾之女，一直希望有个上得了台面的大家闺秀女儿，我才这么严厉对你。静静左右是个庶女，再怎么样都代表不了高家，唯独你可以。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当时还小的我真就听信了父亲的鬼话。既然我如此识大体，那现在怎么能不懂事呢？按照族规，一定要让他进出笼。等等，族长，想必是大家误会了。他俩被抓个正着，还有什么误会的？我和我妹妹是平妻，将来陆林高中，我们是要一起嫁给他的。是谁不搞清楚状况就带人来抓的？是想败坏我高府小女的名声吗？饶命啊，大人！我不想听他们这般造作，转身做事就要离开。啊，新月，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我就这么一说，他还真以为我要与妹妹一同嫁给他当平妻，真让我恶心至极。我才不要当什么平妻，陆林爱的人是我，正妻也只能是我。他高新月只配给我当个朝妾。哼，陆林是这里最有可能高中状元的人，一个刁蛮跋扈、学识淡薄、视人命如草芥的女子，能给他的仕途加多少好印象呢？爹，你觉得呢？他当初娶我娘，就是因为我娘德行出众，富商背景，能拿得出手。无论名利，我娘都必须是正妻。即使他再爱那个门庭落魄的青梅竹马，他也只能当妾。即使现在父亲明知我是故意挑衅，也不敢对我动手。只因碰坏了我他宝贝女儿高雅静，就没法和我魂魄互换。小姐，陆姑爷托人送来的，这种人你千万不能原谅，就算他未来能金榜题名，也绝不是良配啊！这就是关键吧。我出去一趟。姑娘，这个镯子是谁给你的？那人有问题啊！老师傅，求您说个明白。这上面刻的是取魂咒，只要你待满7日，魂魄就会被换到另一个活物上，大罗神仙也不可能换回来。老师傅，麻烦你继续往这个假镯子上刻，加上朱砂，做的和真镯子别无二致。既然你们不惜遭天谴也要换魂，那我就成全你们。我倒要看看，等高雅静换到乞丐的壳子里，你们还会不会心安理得？昨日派人出去打听，说是香儿一直在城门口。香儿得了花露，乞丐都避之不及。小姐，别过来，我的病会传染的。这辈子，我故意将赔罪镯子给了城门口得了花柳病快死的妓女。好妹妹，多活几天，算姐姐送你。二小姐，您非要来城门口这种脏乱地方做什么？万一被人看见，有损您身份啊！是
少废话！我总觉得高新月今天不对劲，偷偷跟过来看看，他肯定藏了什么猫腻。新月，你到底要干什么？二小姐，这里没人，许是您看错了，咱们快些离开这暗杂地吧。奇怪，我明明看到这边有人影，高星月绝对有鬼，整日神神秘秘的。这么快就派人跟踪探查，看来莫叔一直在暗中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幸好我反应及时，躲过一劫，但这场复仇游戏才刚刚拉开序幕。镯子已经戴上，必须戴满7日，无论多难熬都不能摘，咬牙撑到期满，这是唯一能救你的办法。你就这么甘心去死吗？就不想找高雅静报仇吗？你家人天天等你回家，你就不想看看他们吗？很好，无论如何，你都要撑到最后一日，待满7日。走之后，我让周边的人时时刻刻关注香儿，一旦有可疑人靠近，立刻向我汇报，有用的消息有赏。大小姐，你这是去哪儿了？老爷正找你呢。当下我就起了疑心。一闺阁女子，成天不见人影，成何体统？看来我以前真的给太多好脸色了。妹妹未出阁都和我的未婚夫玉帛相见了，她的体统规矩呢？您和我娘大婚前，小娘就怀孕了，您的体统规矩呢？难不成就我一个世人有礼义廉耻？他在我这树立已久的威严，被我一而再的挑衅。这心里痛快极了。爹，陆林已经亲手写下血书求我的原谅，还亲手打了镯子送给我。小娘是妾，他的女儿就得是妾。如此放肆，才能让他们相信我已经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不自知。小姐，你怎么了？不要吓我！昨日在马车上我就见您不对，肯定是被惊吓到了，都怪我没照顾好小姐。想起上一世，他是唯一一个发现不对劲的人。他冲进族人中想救我，却被高雅静他们叫人被乱棍阻拦。春莲，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要怪就怪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我要把我身上受过的所有痛，通通加倍还给他们。你去把昨晚庶妹与未婚夫撞破奸情的事添油加醋传出去。我是如何在父亲的威压下忍着苦楚亲自保下那对狗男女的，再加上父亲为官不作正，还纵容四女横行霸道的事。诸位看官，高府高官纵容亲女私通，徇私枉法，包庇恶行，满城人人皆知。不知廉耻的东西，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赶紧滚！痛快地说，1日内，他们3人的名声臭得不行。父亲找不到谣言的源头，陆林和高雅静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下他们就算是有邪术师，总不能给全城人都下蛊吧？看到他们焦头烂额的样子，我实在痛快。我努力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好名声，总得我自己用用啊。新月，我即将进京参加科举，那些谣言一旦传入圣上的耳朵里，对你我都不好啊！你赶紧出面澄清一下。
众口难调，我已经很努力了呀。陆公子，从你送盒子来那日，我家小姐就已经原谅你了，连这等便宜的镯子都日日戴着，证明对你的心。你却为了那些虚名，这样逼迫我家小姐。陆郎，你说你是被庶妹勾引的，我信了你，你可千万莫负我。这下我就不信你还忍得下去。贱人，贱人，贱人！他娘贱，还生出个贱货！静静，你冷静点，他再蹦跶能蹦多久？还有5日呢。听到还要忍5日，他根本忍不了。从小到大，从来都只有我忍着他的份儿，连我身为正妻的娘亲都要处处忍让他和他的小娘。你能让他娘受蛊毒折磨而死，那就能让高高月也尝尝。只要我是未来的状元夫人，高家唯一的大小姐，什么好名望人脉不都有？我要你现在胡闹！这等气性，以后怎么身居高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盯着高星月，不要让他把镯子摘下来。等魂魄互换之后，陆林也只是一枚可以舍弃的弃人而已。小姐，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原来我娘根本不是病逝，是中了蛊毒，被他们活活折磨致死。那个平日里看着老实忠厚、满头银发的老管家莫叔，竟然就是隐藏的邪术师。他们算计的从来不只是我一人，不只是我和高雅静的身躯互换，就连陆林自始至终都只是他们利用的棋子。我不能坐以待毙，春莲、嬷嬷，快！我要写信给舅舅，这世上只有他能救我。小姐，舅爷离家多年，他当真会为了咱们不远千里赶回来吗？他会，你不懂。我娘当年为什么忍下那口气？官服没焐热，就跟花魁小娘大了肚子。我娘撞破那天，她跪在地上磕烂了头，夫人就忍了。忍了，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舅舅。我娘知道沈家的脸面得保住，舅舅在官场才能有个引路人。如今舅舅是督察院总任时，压他不知几头。他不是最在乎那顶乌纱帽吗？那就让舅舅亲手给他摘了。我娘当年咽下的恶心，我让他一口一口连本带利吐出来。我要让他们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狗咬狗，一嘴毛。小姐，老爷说是为了您的安全，可这院子围得跟铁桶似的，连只苍蝇飞出去都得被盘问3回。安全？他是怕我跑了，坏了他的大计。新月，看这红梅开得极好，我特意去后山为你折的。你这2日脸色苍白，莫表总看书，仔细伤了神。多谢陆郎费心，你不是要备考吗？整日陪着我，不耽误功名。功名哪有你重要？雅静那天做了那等错事，我这心里实在愧疚，只想时时刻刻守着你，求个心安。嘘寒问暖，百依百顺。陆林，你这戏演的可真卖力，只可惜你眼里的那点结切，全都写在盯着这只镯子的视线里。天院怎么空了？二小姐呢？回大小姐，老爷说二小姐自知罪孽深重，主动请缨去城外的寒山寺吃斋忏悔去了。老爷已经派了马车，今儿个一早就送走了。忏悔？爹爹当真是慈父心肠。没事了，你退下吧。什么忏悔？他是怕高雅静那个性子再受点刺激，会忍不住冲出来把实情抖落干净，坏了莫叔的做法。莫叔以前最是勤俭，这一整日了，怎么都没瞧见他人影？消失了。从昨夜做法开始，
他就不在府里。折寿浩宁的邪术，自然要寻个极阴之地护法。莫叔，你以为躲起来就能万无一失？只可惜，我是那个你算不出的异师。小姐，奴婢问过那懂行的老工匠了，他说这种邪术极损阴德，做法之人轻则折寿，重则当场毙命。莫叔这几日不见人影，怕是正躲在哪个阴气重的石洞里，要把这阵法练得万无一失呢。万无一失？这世间哪有什么真正的万无一失？莫叔以为他是操盘的猎人，却不知我才是那个能让他全盘皆输的那一失。上一世高雅静被关在王室里哭天抢地，这一世不同了，我大度的救了他，爹爹自然舍不得软禁他的心头肉，所以他把他送去寺庙，表面上是忏悔，实则是想让他避开风头。既然他想躲，那我就偏要他回来。你现在就带人去城外寒山寺，别明着去请，找几个嘴碎的婆子，故意在寺庙后院议论。议论什么？就说陆公子近日日宿在我的房里，两人恩爱有加，连老爷都打算把二小姐的那份嫁妆折成银票送给我当新婚天头。明白了，小姐，以二小姐那个扮猪脾气，听到这些定会马不停蹄地杀回来。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不再心疼你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大小姐放心，妈妈教过咱们，别看这陆公子一副书生样，只要进了咱们的温柔乡，保准让他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记住，我要的是他身败名裂，别真用你们的身子便宜了他。只要戏演的足，银子少不了你们的。陆公子这些日子辛苦了，也该好好歇歇了。今夜便让他好好放松一番。记住了，只需要陪着他闲谈宴乐，营造温馨闲适的相处氛围即可，尽力烘托热闹融洽的景致。大小姐放心，咱们姐妹的本事您是知道的，保准让这位陆公子即便醒了，也以为自己进了瑶池。别用你们的身子便宜了他，用那些香粉和唇印交差便可。这种肮脏东西不配你们真的近身。是什么遮住了你的窗？高星月，你给我滚出来！你把陆林藏哪儿了？二小姐，大小姐已经歇下了。滚开！他竟敢趁我不在勾引陆林，那个不要脸的贱人！陆林呢？陆林，你给我出来！哟，怎么了，妹妹？从佛门清净地回来，火气竟还是这么大，如此暴躁，陆公子可不会喜欢的。他呀，现在正喜欢温柔乡呢。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缠着他。他在哪儿？说！你给我去！妹妹既然醒了神，不如去你自己院里瞧瞧，那里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这是谁的声音？谁敢在我的房里撒野？回二小姐，刚才陆公子说在这儿等您，然后就……妹妹听听，这笑声多欢实！看来陆公子不仅不寂寞，还快活很呢。陆林，你在干什么？哎呀，大娘子回来了，姐妹们快跑呀！陆公子，咱们明儿个再会。你这个烂了心肠的畜生！我为你费了多少心情，你竟然在这儿玩女人！你给我醒过来！美人儿，别走，再陪我喝一杯。小姐，您把这屋里的剪子、刀具，连带那些易碎的重物都提前收起来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让他们打吧，这种肮脏东西
死在这一刻太便宜他了。陆林，你要活着，清醒的活着，看着你视若珍宝的高雅静是如何一点点把你踩进地狱。别打了，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住手！统统给我住手！放开我！我要杀了这畜生！爹，你看看他，他在我的屋里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还不嫌丢人吗？莫叔，把二小姐拉开！小姐，您瞧莫叔，他一个管家，对二小姐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些？那眼神，瞧着比老爷还求心。能不伤心吗？毕竟那可是他亲手护了一辈子的命根子。春莲，你瞧莫叔这年纪，比起爹爹如何？看着得有60开外了，可奴婢听府里的老人说，莫叔进府时其实跟老爷同岁。那是因为他动了不该动的邪术，邪术损命，损一次便老10岁。他为了谁？为了那个出身青楼的小娘。莫叔年轻时就疯魔的爱着她，即便看着她沦落风尘，也要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用邪术为她争一个万人之上的位置。所以他是为了小娘才进的高府。当年爹爹进京赶考，那个小娘一眼就相中了这个穷酸秀才，她觉得爹能中状元，便生了攀附的心思，甚至不惜以色相诱。后来老爷真的中了。是啊，可他算错了我外公的手段。等他以为能稳坐状元夫人位子时，东窗事发，他竟想出了逼宫的毒计，在大婚前夕谎称自己怀了爹的故人，想逼我娘，逼到最后梦碎了。他那点卑微的血脉终究过不了高家的正位。大婚那天，我娘8抬大轿入府，而他只是个抬着一顶小轿，连正门都不能进的卑鄙小气。这种滋味，你忍了18年，终于忍不住要动手了。对了，小姐，那莫叔竟潜伏了18年，他到底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恨字。当年我娘进门不久便怀上了我，那是外公亲自请郎中确诊的喜事。可那小娘，即便是占尽了爹爹的独宠，肚子却始终没有半点动静。老爷不是最疼他吗？爹爹那时刚中榜，知州的位子还没坐稳，他忌惮外公，根本不敢明目张胆地让一个妾室在正妻之前诞下长子。所以他虽宠她，却在内事上极其小心。那小娘眼见我娘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急了。她知道，若等我娘生下嫡长子，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莫叔求了种。你是说二小姐她是莫叔的？没错，为了不让奸情暴露，莫叔动用了最阴毒的邪术。他不仅要保住那个孽种，还要让2个孩子在同一天出生，好瞒天过海。怎么2个人都发动了？莫叔，这可如何是好？老爷莫慌，这是天意，天意要让高家双喜临门。邪术摧残，伤的是母土根本。那小娘福薄，即便莫叔费尽心机，她还是比我娘早了半个时辰生产。高雅静落地的那一刻，她也咽了气，所以老爷才觉得亏欠了二小姐。可恨就在这里，莫叔把那小娘的死全部怪罪在我娘头上。他在爹爹耳边日夜挑唆，说是我娘擅妒，在补汤里动了手脚，才害死了他心爱的青梅竹马。若不是当年新月他娘狠心，静静也不至于一出生就没了娘。老爷，主母虽然出身名门，可这心思到底是深了些。爹，你只知道那小娘死得惨，却不知道我娘在产后最虚弱的时候，被莫叔下了整整10年的蛊毒。他用那种万虫啃丝的痛苦折磨我娘，让她在缠绵病套中绝望死去。这笔账
我今日便要从你们身上一寸寸刮回来。小姐，您这体质自小就弱，这药膳可断不了。当年要不是老太爷从南边一箱一箱的往这儿送老参和补品，您怕是……是啊，我这先天不足的残破身子，是外公用金山银蚁生生堆出来的命。那时候我娘为了照顾我，整夜不敢合眼，抱着我坐在回廊下拍着哄着。慢点喝，别呛着了我的宝贝静静。老爷对二小姐可真是上心，特意请了5个奶妈轮流候着，生怕饿着一点。可不是吗？自打二小姐落地，老爷下朝就往这儿钻，日夜陪伴，连公文都搬到这儿来批了，真是寸步不离啊！妾身要走了，新月身子骨弱，您多疼疼她。夫人放心，新月是嫡女，我自然省得。只是静静那边没娘的孩子苦，我得多看着些。妾身不怪您偏疼静静，她是该疼的，毕竟她一出生就没了亲娘。我娘至死都在谅解她，觉得她偏爱高雅静是人之常情。可夫人不知道，她的这份大度换来的是那对父女遍布佳丽的索取。是啊，可他们要吸着我们娘俩的血肉往上爬，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静静，你信我，昨晚那是高星月那个毒妇设的局，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陆林，别在这恶心我，你若是真有本事，昨晚在那8个狐狸精怀里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想起我？我错了，只要你能想起，让我做什么都行。静静，莫要为了这点小事坏了大局。陆林不过是条掉根骨头就能卖命的狗，等大事成了，京城那些王孙贵妇哪个不比他强100倍？爹，我明白，只要换了高星月的样貌名放，还有他母族那些泼天的人脉，我便是大魏最尊贵的女人。新月，这是我特意让银楼加固过的镯子，你戴着可觉得沉？若是不舒服，一定要告诉陆郎。陆郎费心了，这足以我时刻带着呢，一刻也不曾摘下。高雅静想必已经交代过你了，只要我待满7日，你就完成了任务。只可惜你心爱的女人此时已经盯上了比你更尊贵的猎物。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这位大人，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看来妹妹的心已经不在这高府里了。哎呀，不知都院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新月，受累等久了吧？既然妹妹不知道，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能不为你解解惑呢？妹妹有所不知，督察院乃是圣上的耳目，专司监察天下百官，而我舅舅身为督察院总任使，那是圣上钦点的重臣，手握天下唯一的先斩后奏之权。无碍，下次小心些便是，莫要伤了自己。这二小姐莫不是吃错药了？众生皆苦，本小姐能帮一分是一分。谢二小姐，二小姐真是活菩萨呀！新月，这是城里最红的花绒胭脂，我跑了3条街才买到的。你戴着那镯子衬红，用这个最合适。都院大人，这园里的景儿可还入得您的法眼？陆公子，看来有人已经瞧不上你这未来的状元公了。
新月，那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举手投足间竟有如此威压？那是家母的嫡亲弟弟，我久未谋面的舅舅。哎呀，看来妹妹是真的很喜欢我这位舅舅呢。也是，她方才听闻舅舅比她大不了几岁，至今尚未娶妻，这心思怕是早就飞到京城去了。他怎么敢？他可是我的陆公子，这移情别恋4个字放在妹妹身上倒也不稀奇。毕竟我舅舅年纪轻轻便是京城重臣，督察院的总任使，圣贤红人，前途无量。陆林，你瞧瞧我舅舅，再瞧瞧你，他即便只是站在那儿，也比这城里不少所谓的才子优秀太多了。你觉得他们般配吗？般配？一个庶女也敢肖想京官？若是真能把他们凑成一对，让他们远赴京城去享那泼天富贵，那这高府里可就没人再爱着咱们了。到时候我与你不就能像你血书里写的那样，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陆林，你这种自私到骨子里的男人，怎么可能容忍自己辛辛苦苦舔来的骨头，转头去啃别人的肉？咬吧，撕碎它，才不枉我费这一番口舌。高雅静，你到底在干什么？陆林，你疯了吗？快放开我！脏死了！脏？你嫌我脏？静静，你摸着良心问问，我是为了谁才落到这副坛地的？今天早上，为了求高新月那个贱人原谅，为了能让他继续带着那只镯子，我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给他下跪。那是你自愿的。我不要颜面，不要傲骨，我甚至在大街上扇自己的脸，辱骂自己。我死皮赖脸地追在他屁股后面当条摇尾乞怜的狗，才换来他的一声点头。结果呢？我在这边受尽屈辱，你却在这里对着那个刚见一面的小白领投怀送抱。你怎么能抛弃我？那又如何？人往高处走。陆林，你现在的样子真叫人看不起。你懂什么？我连学业都不顾了，我整日守着他，就是为了保证那个换魂邪术能万无一失。只要你换到了他的皮囊，咱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信我，等我考上状元，等我入了翰林，我的位置一定比那个只会虚张声势的小白脸高出1000万倍。静静，不要看别人，只要你回到我身边，只要咱们把这7日熬过去，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哪怕是去给高星月抵命，只要能让你顺累，我都心甘情愿。咬吧，陆林，你越是卑微，这出戏就越是好看。我倒要看看你这只忠犬能不能拦住那颗已经飞进泉域里的一颗死心。静静，你别跟我使性子了，好不好？我做这些肮脏事连脸都不要了，全是为了咱们的以后啊！你理理我，理理我，好不好？别碰我！你这副窝囊样，看着就叫人作呕。陆林，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菜吗？静静，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在我高雅静眼里，你从头到尾都不过是养的一条狗，是一条我只要勾勾手指就能不要脸的贴过来摇尾巴的哈巴狗。你以为我非得吊死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看到刚才那位督院大人了吗？那才是真正的天上云。督院大人方才看我的眼神，我可瞧得真真的，他分明已对我心生爱意。我若是直接嫁入京城，成了他的夫人，那泼天的荣华富贵来的不比等你这个穷书生高中要快得多。我现在倒是不怎么想魂魄互换了。你说什么？莫叔准备了这么久，换了那贱人的皮囊，我还怎么以原本的面目和督院大人在一起？万一换魂后他瞧不出我的好，岂不是亏大了？所以陆林，你对我来说已经是一条没用的死狗了。
滚远点儿，别碍了本小姐的青云路。狗，高雅静，你竟然说我是狗！怎么不服气？那就滚点叫，别在这儿碍事。我杀了你！你这水性杨花的贱人！既然我是狗，那我就拖着你一起下地狱！斯文败胎，竟敢在督察院任使面前行凶！要是不想死，现在就给本官滚！这才是真正的英雄。陆离那个废物，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瞧，落水狗跑了，接下来该轮到我这个当姐姐的痛打落水狗。夫子，学堂乃圣贤之地，陆林此人当街自辱，德行败坏，更是勾引家妹私通乱纲。这种品行败坏之人，若继续留在县学，岂不是羞辱了满屋的同窗？高小姐说的是，陆林，你被县学除名，拿着你的书箱赶紧滚吧！陆林德行有亏，已在县学除名，此乃举报信，还请大人们记录在册。高小姐放心，品行不端者，自然不配承袭朝廷功名。他再也不敢纠缠我，甚至我家方圆10里都见不到他。督院大人，这是微臣搜罗来的南红玛瑙雕剑，您瞧瞧这质地，若能摆在您的书案上。高大人费心了，不过本官此次出京，乃是奉圣上密旨巡查地方，本官不过是正好路过，顺道来看看外甥女。圣上私访的事，若传了出去，高大人该知道后果。微臣明白，微臣明白，微臣定当守口如瓶。去告诉府里，本官这几日为了百姓夙夜忧叹，就宿在衙门了。若督院大人问起，务必让他瞧见本官勤政的模样。督院大人，您怎么深夜？二小姐聪慧可人，本官想请二小姐共饮一盏，不知可否赏光？大人赏赐，小女子怎敢不从？新月，解决了。多谢舅舅。此时他睡得沉，便是莫叔那边的魂灵响烂了，他也应不了。小姐，老爷日夜宿在衙门，二小姐又不省人事，这信是莫叔派死士送进来的，说是日子到了。既然他现在睡得比婴孩时都要香甜，家中左右无人，莫叔传来的准备妥当的消息，自然是落在我的手里。那个莫叔还是没有消息。早在他消失的那天，我就已经派出了最精干的探子入山搜寻。可那些人翻遍了周边的几座横山，竟是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那莫老头诡计多端，怕是早就钻进地缝里去了。山路艰险，他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又带着法阵气节，跑不远的。既然他如此隐蔽地躲在暗处，说明换魂阵法已到了最后时刻。我笃定，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随意离开。收网之前，我还要给父亲准备一个巨大的惊喜。新月，你是指高知州这些年暗地里的那些勾当？这些年，父亲总是在人前夸赞我，说要把我当成高门大户的当家主母来培养。可实际上，他从未让我碰过哪怕1个月的家产食物。可不是吗？老爷只是让小姐您去城门口施粥，去义庄捐银，而生也好让全城百姓都夸他教女有方，全是为了他的官声。是啊，他在利用我沽名钓誉。可他没想到，正是我在一次次脚踏实地的救济流民、查验物资时，才在那些被他掩盖的烂账里发现了端倪。舅舅请看，前年朝廷拨下赈灾款，父亲竟然联合地方豪绅，借着赈灾的名义敛财贪污。这数目简直触目惊心。他不仅中饱私囊，还将这些民脂民膏悉数送进了京城，贿赂异党，想为高雅静谋一个入宫的名额。小姐，您那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老太太？那时候，我总想着他毕竟是我亲生父亲，我留着这些证据，一次次明里暗里的劝他回头是岸，想让他悬崖勒马。可到头来，我换回的是什么？是浸猪笼的死局。既然他执迷不悟，既然他根本没把我的命当命，如若不然，我只能大义灭亲。舅舅，这就是高收州这些年所有的罪证，从赈灾款到贿赂异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新月，若是这信递上去，高家可就真的塌了。你当真不悔？后悔？我死过一次才看清楚，有些人骨子里就是烂的。既然救不回来，那就只能亲手连根拔起。皇上有旨，知州高大人勾结异党，中饱私囊，罪证确凿，即刻查封府邸，相关人等一并押送入京，进督察院受审。不，这不可能！微臣冤枉，大人，微臣冤枉啊！新月，新月，你救救爹！你快给舅舅求求情，他最疼你了，你说话一定管用。我们才是一家人啊！爹倒台了，你就不是高家大小姐了，你就没有现在的富贵荣华了。新月，你也不想去过那种风餐露宿的日子吧？求求你，拉爹一把！滚开！富贵，爹爹莫不是忘了，女儿这满身的富贵，哪一分不是吸着我娘的血肉长出来的？一家人，爹爹现在记起我们是一家人了。新月，你糊涂了！你纵容莫叔对我娘下蛊，让她受尽折磨而死的时候，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当年娘的葬礼上，你为了护着高雅静那个孽障，一脚把我踹在娘的棺材上，让我险些丧命的时候，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你规训我整整18年，教我知礼，教我温顺，不过是为了把我雕琢成一件最完美的门面，好在那大功告成之日，让我成为给高雅静铺路的傀儡。爹爹，你这一辈子的算盘打得真响，可你千算万算，没算到会有今天。静静呢？你把静静怎么了？莫叔说阵法已经动了，真可惜，他那偷天换日的黄粱美梦，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你骗我！那镯子还在你手上，莫叔不会失手的。只要镯子在，换魂就一定会成。是吗？既然爹爹这么喜欢这只手镯，
那就带着他去地牢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竟然全都知道，魂魄互换，移魂大法，你什么时候？从陆林把镯子送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地狱门前转过一圈了。心月，爹有罪，爹认了。可静静她是无辜的呀，她怎么说也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血浓于水。你放她一条生路，不要杀她，好不好？亲妹妹，爹爹，你到现在还在做梦呢？你这逆女！你真以为高雅静是你的主？早在你这穷酸秀才进京赶考之前，莫叔就已经和那位花魁小娘私通多时。你也不想想，莫叔为什么愿意为了她折寿18年？为什么愿意保住她的命而舍弃一切？你不会真的以为一个阅人无数的花魁会为了你这个落魄书生守身如玉？当年小娘为了进门，利用莫叔的邪术，玩了一出偷天换日的好戏。他借了莫叔的种，却让你这个当官的当了一辈子的活王八。不可能！你胡说！那个让你疼进心缝里的乖女儿，流的是管家的血。不可能！静静长得那么像我，她是我的女儿！你在骗我！你这个疯子在骗我！不可能！不可能！太吵了！得令！杀了他吗？这一剑封喉，未免也太便宜他了。他还没尝过娘当年的痛苦，还没看过高雅静变成烂泥的样子，绝不能让他死得这么痛快。舅舅，这老东西犯的是贪污行贿、勾结异党的重罪，按规矩是不是该押进督察院的大牢？自然。舅舅，心月斗胆问一句，督察院审案可以用刑吗？只要进了督察院的大门，他的生死便只有我和圣上能决定。你放心，他加之在你娘和你身上的，我一定会一寸一寸让他亲口还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为了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舅舅，他刚才求饶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他跪在你外公面前，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娘好。姐，我不让你走！那个姓高的不是好人！阿弟，不许胡闹！爹娘老了，沈家需要一个官绅做靠山。我可以读书，我可以去考状元，你等我长大了护着你好不好？姐等不了那么久。阿弟，你记住了，这桩婚事是姐为你换来的前程，你一定要一举中的。到那时，姐姐才能在夫家直起腰杆。听娘生前说过，她的弟弟是这世上最好最棒的弟弟。她说你虽然小，却打小就知道偏疼他。偏疼？若我真有本事，当初就该拦下那顶轿子。娘虽然有才情，有抱负，但世道如牢笼，
女子被压在深宅大院里，连喘口清静气儿都是奢望。她这辈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你身上。我知道，所以我一天也不敢停。在京城那些权贵眼里，我沈某人是个不要命的疯子，是个只知道往上爬的杀神。我不敢停摆，就是怕我慢了一步，他在高家受的委屈就多一分。可你终于成了都院大人，成了圣上最器重的重臣。是啊，我拼了命的拿到了这先斩后奏的权利。我想着，这下总算能接他回家，总算能让他在全百姓面前扬眉吐气了。可当我想把好消息亲自告诉我娘时，看到的只是一块冷冰冰的木头牌位。春莲，最后一次听我的，进来。小姐，您就别逼奴婢了。莫叔的阵法在那儿，你怕什么？小姐，奴婢不怕莫叔，奴婢是怕这天意。万一这法子出了什么岔子，那手镯没能救下香儿，反倒让他那身脏病顺着邪气传了过来。奴婢这条命是您救的，若是此事连累了您，那奴婢岂不是恩将仇报？求小姐让奴婢在这儿守着，若真有什么脏东西，奴婢替您挡第一刀。罢了，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也只能另派几个粗使家丁去城门口死守着香儿。大小姐，都院大人出事了！说，莫叔现身了。没瞧见管家，倒是城门口那个得了花柳病的乞丐，他好像突然疯了。疯了？是啊，刚才天边头一道光亮起的时候，那乞丐猛地从烂草堆里坐起来，盯着自己的手，发疯似的尖叫。他一边叫一边哭，声音大得吓人，嘴里喊着什么“这不是我，救救我”之类的疯话，然后就一头冲出了城门，往后山那片林子钻去了。咱们的人怕跟丢了，分出2个兄弟死死咬着呢。小的是特意回来报信的。并不是说抓紧你的手，走过我的朝朝暮暮。药效过去了，或者说阵法成了。舅舅，更深路重，您该去休息了。心月，你看，你娘生前最爱热闹，如今却只能在这冷冰冰的木头里看着我这个没用的弟弟。大人，一切妥当，人已经押上车了，嘴塞得严实，手脚都捆了死结。出城时，老头子连个响动都没发出来。很好，告诉弟兄们，出了城直接走官道，莫要惊动当地任何眼线。诺。是什么遮住了你的舅舅贵为都院大人，在京城豺狼窝里杀出来的威名，他不想把任何软弱的一面展露在人前。这世间恐怕唯有我娘的牌位能看见他眼底的血泪。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新月，这一夜我们要死死守着。莫叔既然能潜伏18年，绝不会只有那一招杀妻。舅舅放心，府里上下全换成了咱们沈家的人，便是莫叔真的在这院子里挖了地洞，他也爬不进来。此时的高雅寂寞是莫叔唯一的门外，只要他在这里，莫叔那阵法就断了。大小姐，城门口那边有动向。说，香儿姑娘一直谨记着您的交代，死死扣着那只镯子，便是疼晕了过去也没松手。她身子可还撑得住？咱们的人按照您的吩咐，每隔2个时辰就喂一次吊命的米汤和参片，药物也从未断过。只是香儿姑娘的情况，
怕是熬不过明晚了。让她撑住，只要过了今晚，她就是高家的二小姐。春莲，你这一日也累了，进去里面守着吧，那里有炭火，比这廊下暖和。不，小姐，奴婢就在这儿守着。为何？二小姐现在那是带着诅咒的人，奴婢身份卑微倒也罢了，可若那换魂之术出了什么变故，或者香儿姑娘那边有什么邪气传过来，万一伤着了小姐，奴婢万死难辞其咎。春莲性子烈，她是怕万一做法失败，高雅静身上的晦气会过到我身上。我本想把她接到附近守着，她却执意拒绝。醒了。大小姐，奴婢这是在哪里？我不是在城门口快要病死了吗？大小姐，奴婢该死，奴婢怎么能睡在您的床上？这被子会被奴婢身上的伤口弄脏的。香儿，好香儿，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干净得很，一点都不脏。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你自己看，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我真成二小姐了。我的脸好漂亮，我不是在做梦吧？嘘，小声些。从今往后，你就是高家的二小姐高雅静。这副皮囊是莫叔亲手送给你的生机。至于那个真正恶毒的灵魂，他现在正替你烂在那堆枯草地呢。也是时候该让他尝尝你曾受过的那些钻心痛苦了。大小姐，大人，找到了。这山洞隐蔽的紧，若非跟着刚才那乞丐的血迹，当真发现不了。现场痕迹极度杂乱粗暴，没有致命打斗的规整伤口，周遭全是撕扯磕碰的凌乱痕迹，绝非仇家寻仇，更像是人已然离世后被人带着极大的怨气蓄意破坏，肆意泄愤。死后泄愤。动手之人力道并不强劲，但动作极端偏执狠厉，满是怨气。这些层层叠的凌乱痕迹，都是反复宣泄、疯狂折腾留下的，目的性极强，就是单纯发泄恨意。我大概能猜到全过程。高雅静那个疯子在换魂到乞丐身上的那一刻，肯定拼了命往这里赶。他还抱着失望，想求莫叔帮他换回身份，求他这位亲爹再救他一次。可等他仓皇赶到这里，看到的却是被阵法反噬、早已没了生机的莫叔。极致的绝望、不甘和滔天怒火彻底冲垮了他的理智。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将所有怨气尽数发泄在已经离世的莫叔身上。此地极为隐蔽隐秘，人迹罕至。若不是他们母女二人内讧，露出致命破绽，我们就算耗费10年心血，也未必能找到这个藏身之地。莫叔一生精于算计，机关算尽，算计了所有人，筹谋了一辈子，偏偏万没算到，最后亲手葬送他，让他落得这般结局的，是他疼了18年，悉心宠爱的亲骨肉。大小姐，这方圆几里的山头咱们都翻遍了，连个脚印子都没找着。那山路陡峭的，连野猴子都难爬。他那副残破身子，按说跑不远的。找不着？倒也是。在那等绝境下还能生生剐了亲爹泄愤的人，这逃命的本事自然也是1等1的。祸害遗千年，真不愧是那死老头的亲闺女，这一身的狠辣劲儿，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大人，新的知州大人还没到任，这满城的琐事，圣上有旨，由本官暂代，传令下去，城内巡逻再加3波，尤其是夜间，给本官死死守住各处要道。
舅舅是怕高雅静潜回城里报复。他现在那个样子，发疯出来伤人是小，若是坏了咱们接下来的布置是大，绝对不能让他踏进城门半步。二小姐，哎呦，这烟熏火燎的，哪是您该待的地儿啊？您想吃什么，吩咐老奴一声便成。不碍事，我想亲手做几道可口的。大人在衙门处理公务辛苦，外头的食食总归不如家里的养胃。我还当舅舅是受了圣上重托，一心只想着进步，才这么日以继日的代任知州。不过是顺手处理。如今看来，舅舅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还以为舅舅是太想进步了，没想到是喜欢香儿。在家里是厨师做饭，但只要他去衙门处理公务，香儿就会亲手做饭送过去。这厨子做的饭虽精细，可舅舅最近似乎格外偏爱这瓦罐里的味道。瓦罐受热均匀，汤味更醇厚些罢了。看来还是咱们香儿有本事。这古人云，要抓住一个男人，得先抓住他的胃。舅舅这般挑剔的人，竟也躲不过这一遭。二小姐以前连书房都不肯进，现在竟能坐得住这1、2个时辰。谢二小姐，二小姐真是变了个人。以前您路过这儿都是捂着鼻子的。以前是不懂事，大家快喝。不够还有，这几日我看你处理账目、施粥祭魂，倒是比我这个当姐姐的还要勤勉些。大小姐，奴婢怕给您丢脸，以后别再叫奴婢了。你现在是高家的二小姐，行事作风、想法观念都已是云泥之别。香儿，你学得很快。你原本没读过什么书，现在却能为了救济百姓亲力亲为，这份心性，高雅静死也学不会。这都是大小姐给我的机会，大小姐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想像你一样，多做实事，干点好事。这辈子总归不能白活这一次。什么东西？陆林，你竟然还没滚出城！晴晴，晴晴，你帮帮我！我知道错了，别让我走了，别丢下我一个人。只要能留在你身边，我当你的狗，我当你一辈子的狗。求求你，别不要我！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晴晴，你是我的，咱们说好要魂魄互换，咱们要大富大贵的。畜生！小姐，这种疯狗不值得您动气。打死你！打死你这个畜生！香儿，快住手！他已经昏死过去了，再打下去就真出人命了。香儿，告诉大小姐为何如此激动。当年除了高雅静，她也动过手。大小姐，您不知道，当初奴婢被丢进那安糟地方，可不只是因为奴婢在园子里夸了你一句。还有什么隐情？好个俏生生的丫头，跟在二小姐身边真是屈才了。不如跟着我。陆公子，请自重，奴婢是二小姐的人。雅静，你来的正好，这贱婢竟敢趁你不在，
在这儿使出狐妹子手段勾引我。不要脸的贱货，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二小姐认定是我勾引了她的男人，她先是让婆子在府里把我打得体无完肤，又把我丢进那最下等的妓馆。奴婢当时浑身是伤，连逃的力气都没有。大小姐，我原以为是几个时辰就被那些恶棍折磨成那样的，其实我这一身的烂疮，在进妓园前就被这畜生给毁了。我当初救你时，见你身上没一块好皮，竟不知这畜生也参与其中。新月，让开！既然这双手不知安分，肆意妄为，屡屡触犯底线，那便没必要再留着了。来人，属下在。把他拖走，弃至城外乱葬岗周边，传令所有城门直属，此生但凡发现此人踏入城内半步，直接格杀勿论。新月，你先回府，这等阿杂场面，莫要再看了。大人，没事了，回府。新月，高雅静找到了，就在西郊废弃的枯井旁，只剩下一口气了。人我已经押进大牢了。大小姐小心，这婆娘身上烂的没处下手，抽得紧。打开门。高星月，你还敢来？还给我！把我的脸还给我！把我的富贵还给我！还给你，高雅静，这本就是你的归宿。我不服，高星月，我不服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服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一出生就没了娘？凭什么你就是千金之躯的嫡女，我就是卑贱如泥的庶出？你有显赫的母族，有舅舅撑腰，我呢？我却是个破落户妓女肚子里的孩子。老天爷何其不公！我想起来了，上一世我明明已经成功了，我顶着你的脸，受着万民敬仰，看着你被禁住了，可为什么即便我成了你，那些百姓还是在背地里怀念以前那个你？为什么连你舅舅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嫌恶？因为皮囊可以换，但骨子里的安撒气是洗不掉的。上一世你虽然光彩过一段时日，可你这种货色哪里演得过嫡女的尊贵？舅舅何等敏锐，他很快就发现了你德行败坏，谈吐粗鄙，当场便断了你所有的指望。断了，原来是他。你以为有了嫡女的名头就能一劳无遗？你忘了你那贪得无厌的亲爹，他贪污受贿勾结异党的那些烂账，可是连神仙也救不了。走官！贪赃枉法！株洲高某贪赃枉法，勾结逆贼，罪不容诛，斩！这一世，我不过是让这一天早点到来罢了。高雅静，你的痛苦都是自找。父亲贪污行贿勾结异党的事，在他升官后便被发现了。这一次，我看还有谁能替你们收尸。大小姐，斩首的批文已经下来了，高大人、陆林还有这个人，明天午时都要送去菜市烤。明天太远了，我怕他这一身罪孽熬不到太阳升起。大小姐，
死牢阴气重，煞气重，您可以往后站些。你以为换命改运、算计所有人就能逆天改命，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你算计亲父，害尽旁人，机关算尽半生，最后落得这般境地，全是你自己亲手造的。姐姐，这水冷吗？再往下点儿，再往下点儿你就解脱了。族人们都看着呢，你这个贱人，就该在这泥水里烂掉。还记得我被关进笼子的那一夜，也就是这般姿态。是你指挥众人将我摁在冰冷河水中反复折磨。你明明已经赢了一切，却偏要在最后时刻用极尽刻薄肮脏的言语碾碎我所有的尊严。这下你欠我的算还尽了。新月，这一年来，督察院研制了16种新式刑刑，你父亲作为重犯，每一道都替本官亲自试过了。看来舅舅的照顾确实周到。静静，吃葡萄，爹给你剥。他已经彻底疯了，精神呆滞，连这地牢的耗子都怕。审理已经结束，圣旨已下，勾结异党者，明日午时斩。高某等逆贼，贪赃枉法，祸乱超纲，圣上有旨，斩立决。新月，如今仇怨已了，高家的资产也已悉数归还到你名下。往后这京都有舅舅在，没人能再规训你。你想做什么？这一年来，我跟着舅舅学了不少经商之道。这一年来，京都的风比故里大，路也更宽。小姐，您看，那块匾额挂上去了。我曾以为，女子的一生只能在深宅大院里腐烂，可我娘临终前看着那片天空的眼神，我到现在才懂。你娘若能看见你如今的样子，定会为你自豪。我想要继承我娘的愿望，既然没有属于女子的路，那就从我开始走出一条路来。小姐，这京里的风可真邪乎，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一点都不如咱们老家温润。这风里卷着的是皇城根的傲气，扑在脸上，倒让我生出几分酣畅淋漓的痛快。这才是沈家的种。新月，到了京都，这天可就宽了。给大小姐请安，这宅子是都院大人精挑细选送您的，临着金水河，风景最是宜人。哇，小姐，您瞧这梁上的镂金，比故里的知州府还要奢华百倍呢。雕梁画栋固然华美，却总觉得像是被锁在笼子里，反倒不如渔村那个破旧的小院来的自在。劳烦管家，带人把这大厅里繁复的装饰都拆了大半吧。大小姐，这些可都是……拆了。小姐，这么漂亮的装饰，留着多体面啊！我们要办的是学堂，要的是明亮和清静，把那繁缛的花架和屏风都挪走，只留肃静的堂屋。春莲，就在这儿
摆下百张书桌。小姐，您是真的打算在这京都开一间只收女子的学堂？是，我要在这皇城根下规划出一片属于女子的天地。小姐，小姐，刚安顿下才3日，这京都的大官就开始往咱们这儿递梯子了。哪家的帖子？是吏部尚书府上的，说是尚书大人今晚设家宴，特意请都院大人携您一同赴席。吏部尚书掌管百官升迁，舅舅刚回京就坐上督察院总任使的位置，盯着那个位子的人不少。这顿饭明着是接风洗尘，实则是想探探舅舅的心意，顺便也想瞧瞧我这个在故里名声狼藉，却能被都院大人亲手接回来的外甥女，到底是何方神性。痛苦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小姐，奴婢刚才打听过了，尚书府那位柳千金可是京里出了名的才女，眼光高得吓人。才女又如何？奴婢是怕京里的贵女们个个眼刁，又最爱排外。咱们刚从那偏远地界过来，万一席间他们借着规矩的名头为难您，咱们可得小心些。就算是天定的良缘，也会有辛苦。眼刁便由着他们去，咱们又不是那等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的破啰。小姐的意思是，春莲，你记住了，在这京都，咱们是凭本事立足，靠的是舅舅的威名和咱们自己的生意。我又不是来攀附谁的，何须看他们的眼色？去瞧瞧这京都的繁华宴席到底藏了多少豺狼古堡。瞧，那位便是沈大人的外甥女，听说在故地闹出过不少动静。沈某带外甥女见过尚书大人。沈大人客气了。高小姐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姿容出众，快请入座。早前听闻高小姐从前在故里倒是名声在外，连咱们京里的说书人都得过你的趣事。不过这故里的山水养人，却未必养得出规矩，只是不知这京都的规矩，高小姐你究竟懂得了几分？到底是小地方来的，怕是连这杯里的明前龙井都分不清好坏呢。柳小姐说的是，不过在新月看来，这天下的规矩，左右逃不过人情与礼序4个字。愿闻其详。对于守礼之人，新月自然懂礼；对于厚道之人，新月自然懂人。倒是柳小姐，今日是尚书大人设宴接风，新月作为晚辈登门，本该是主客尽欢。可小姐一开口，不问寒暄，不叙家常，张口闭口便只问规矩2字。莫不是柳小姐自小即读女则，读得太入神，竟忘了这世间最大的规矩：待人接物，首重真诚。你竟敢暗讽我虚伪无礼！高金月，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小女年幼，说话心直口快了些，沈大人、高小姐千万莫要见怪。还不坐下？高小姐果然是快人快语，聪慧过人，这等见解倒真有几分都院大人的风范。哈哈哈哈哈哈！高小姐果然名不虚传，快人快语，这一身傲骨倒真有几分都院大人当年的影子，果然是大人亲手教出来的，不同凡响。
这场名为接风，实为下马威的家宴，是我踏入京城的第一场试炼。而现在，他们眼里的忌惮告诉我，我赢了。心月，今日在那尚书在景面前做得极好。那也是舅舅教的好。若不跟着舅舅学几招硬气，怕是今日进这尚书府，就得被人连骨头带肉给吞了。你要记住，京中不比故里，在这里，一板砖砸下去能砸中3个权贵，背后全是错综复杂的豺狼虎户。心月明白。你既然铁了心要开那个女学堂，势必会触动那些老顽固和世家大族的利益。他们今日只是言语挑衅，明日可能就是明枪暗箭。往后舅舅自然会护着你，但京城的水深，舅舅也总有看不见的地方。心月，若是想在那学堂里立稳脚跟，你自己也要更狠一些。只要能为天下女子走出一条路，再狠的名头，心月也担得起。小姐，这2日您把京城翻了个遍，连觉都没睡安生，舅爷让您狠些，可没让您把自己折腾垮了。春莲，舅舅的话我一刻都不敢忘。这京城豺狼多，若我只安安稳稳做个都院府的外甥女，自然一生顺累。可开女学堂这事，我势在必行。当年我娘空有一身才华，却只能困死深宅，这种苦我受够了。我要让这天下的女子都有不靠男子也能立足于世的本事。请稳住了。小姐，这知微2字可是舅爷亲笔提的呢。取见微知壮，巾帼有志之意。春莲，这牌匾一挂上去，咱们可就没回头路了。心月，这位曾是宫里的尚书女官林先生，这位是名动江南的才女苏夫人，这位是归隐多年的读书之后，这些饱学之事可是舅舅磨破了嘴皮子才替你请来的。诸位先生皆是腹有诗书、风骨卓绝之人，心月办这学堂，不求名利，只求能为女子开一线天。高小姐有这份气魄，老身便舍了这把老骨头，陪你在这京都闹上一闹。硬件已齐，良师已至，接下来我倒要看看这京都的世俗偏见能不能拦得住我要开出的这条路。瞧瞧，这都院大人的外甥女还真是异想天开，竟想教那帮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们读书。切，这京城里的规矩谁不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哪个正经人家会让闺女抛头露面来这儿鬼混？怕是读了书，连婆家都寻不着喽。哎呦，那不是李金伯父的小姐吗？要是让人瞧见她进了这劳什子学堂，明儿个李家的名声就得烂大街。小姐，这可怎么办呀？咱们费了这么多心思，连宫里的林先生都请来了，结果倒好，这开张大吉竟连一个报名的都没有。急什么？能不急吗？京城那些世家大族都在看咱们笑话呢。刚才奴婢还听见有人说您这学堂出不出3日就得关门大警。那些世家大族习惯了把女儿锁在后院当金丝雀，自然认为读书是坏了规矩。可那些商户人家的姑娘明明动了心思，怎么也没见人进来？他们不是不想来，是怕人言可畏，怕坏了名声。既然这扇门太重，他们推不开，那我就亲手把门槛给他们卸了。
小姐，您快瞧瞧吧，这都开张3天了，除了门口看热闹的闲汉，竟连一个正经询问的人都没有。奴婢刚才去后街打听，那些个婆子都在传，说咱们这儿教的是勾引男人的狐妹子法，谁家闺女敢进来，名声就算毁了。小姐，要是再没人来，这学堂岂不是真的开不下去，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了？春莲，你瞧那梧桐，从扎根到成荫，得要多少个春秋？小姐，奴婢在说人，您怎么说起树来了？急什么？这京中的风气就像这冻了100年的老土，不是一日暴晒就能改得了。那些高门贵女有父兄庇佑，有家产挥霍，自然不觉得读书是出路。可这世上还有更多连饭都吃不饱的女子。小姐是说那些底层苦命人，他们连生存都难，哪有心思读书？正因为难，才需要读书。读书能识字，识字能算账，算账能立足。我们要开门，就得先从这些最底层的女子教起。只要她们中有一个人能靠着学堂教的本事吃上饭，不再依附男子，这名声自然就变了。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京都，让这天下的所有人都知道，女子读书从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错，而是救命的药，是立世的魂。各位姐妹，都往这儿瞧瞧，西城的知微学堂开张了。我们家大小姐说了，只要是无家可归、受人欺辱的苦命女子，学堂一律收留。收留？怕不是换个地方卖了咱们吧？这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饭？胡说什么呢？知微学堂那是都院大人护着的地方，进了门管吃管住，不仅教你们识字算账，还教女红手艺。识字？那不是贵人才干的事儿吗？咱们这帮烂命，识字能当饭吃？识字怎么不能当饭吃？学会了算账，以后能去商号做管事；学会了识字，再没人能拿假气纸骗你们。等学成了，你们可以留在学堂做杂役领工钱。学得好的，大小姐还会亲自写荐信给京中大商户，让你们堂堂正正做管事婆子。小姐您瞧，他们真的来了。奴婢刚才去的时候，好几个人在偷偷抹眼泪，说这辈子都没想过能进学堂读书。贵人，奴家这辈子只跪过打我的男人，还没跪过教书的地方。您刚才说管饭是真的吗？是真的，不仅管饭，只要你肯学，往后这世间再没人能轻易打你。小姐，看着他们，奴婢突然觉得咱们这门开的值了。是值了。春莲，你瞧他们眼里除了泪还有什么？是知识，是对不一样的活法的渴望。这些女子便是我的底气。我看着她们，心中酸涩，又生出几分坚定。一去二三里，烟吞烟，四五家。先生，您瞧他们。高小姐，老身活了这大半辈子，原本以为女子除了相夫教子便是草木一生，可现在瞧着，这些女子便是您播下的第一批种子。是，只要根扎得深，终有一天，这京都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开出坚韧的花。听说了吗？西城那个高新月竟然收了一堆要饭的婆子教识字，这不是离经叛道是什么？我看他是想出名想疯了。女子读书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小，他这就是在蛊惑那些无知妇人，破坏咱们大魏的纲常。依我看，他这是在那儿笼络人心呢。谁知道他背地里打的什么算盘？一个都院大人的外甥女，整天跟这些贱民混在一起，定是图谋不轨。新月，外头的那些流言寡语，你可听说了？听说了，说我离经叛道，说我图谋不轨。随他们说去，只要你做的是正经事，只要这学堂还有一日书生，你就尽管放手去做。有我在，这京城还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凭什么？凭什么那个乡下回来的野丫头能在京城这么风光？就是玉瑶姐姐，
现在那些贱民都在夸他，连咱们府里的丫鬟都动了心思，想去那认几个字儿。这不是在打咱们这些名门闺秀的脸？想开学堂，想当圣人，我偏要让他知道，这京城的规矩，不是他一个小地方来的弃妇能坏得了的。既然严云动不了他，那咱们就去给他送份大礼。高新月，你给我滚出来！你弄出这么个安杂地方，是诚心想恶心全京城的贵人吗？就是这种地方也敢挂学堂的牌匾，简直是辱没了圣贤书。那一群下的烧火丫头要饭的乞丐，也配摸笔墨纸砚，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什么命，穿上青布衫就想当才女，真是丢尽了咱们女子的脸面。林先生，他们是不是要把咱们抓走？咱们是不是真的不配读书？别怕，有大小姐在。柳小姐，你也是尚书府的千金，带人堵在门口辱骂，这就是尚书府的教养吗？教养，教养是给人的，不是给这些烂泥里出来的贱种的。昭高月，你坏了京城的规矩，你才是罪人。柳小姐，嘴下留德。怎么，戳到你痛处了？这天底下的书，从未在封皮上写过贵贱二字，人人皆有读书的权利，不分仆妇，更不分男女。你们今日锦衣玉食，便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在我看来，你们除了这身皮囊和祖上的鱼鳞，还剩下什么？柳小姐，你今日带人在此叫嚣，不仅没能彰显你的高贵，反而显尽了你的浅薄。我浅薄？高轩月，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那个穷酸样，你在这装什么圣人？玉瑶姐姐，别跟她废话，这种乡下来的野丫头，哪里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尊贵？你开了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学堂，收了这么一群下贱的烧火丫头，不就是想让他们学几颗字，好爬到我们这些名门世家的头上吗？高新月，我告诉你，这京都的阶级是天定的，你想带他们飞上枝头，做你的春秋大梦，梦能不能成，不是柳小姐说了算。你还敢嘴硬？我看你这学堂就是欠砸！放手！你这个贱人，快放手！柳小姐，当众行凶，这就是尚书府给您的教诲吗？高新月，你敢动我？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我爹是吏部尚书，你信不信我让他抄了你的学堂？吏部尚书又如何？柳小姐记住了，在我知微学堂的门口，不管是尚书千金还是王侯将相，撒野就要付出代价。他居然真的动手了，那可是尚书府的嫡千金啊！这高新月定是疯了，他怎么敢在京城这般撒野？你敢打我！你这个卑贱的乡下女人，你竟然敢对我动手！打的就是你。好，你等着！我定要让我爹去皇上面前参你舅舅一本，我要让我爹带人拆了你这破学堂，把你关进死牢，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柳小姐，我也正想瞧瞧咱们大魏的吏部尚书大人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言，能毫无底线的纵容女儿当众撒野，辱人清白。没错，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柳小姐胡作非为的后花园。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扶我起来！玉瑶姐姐，快走吧，这儿的人都在瞧着呢，太丢人了。小姐，您刚才那一巴掌虽然解气，可尚书大人那脾气，他肯定会去舅爷那儿闹的。我知道，这事绝不会就这么算。那怎么办？尚书大人管着百官升迁，若是他借此为难舅爷，尚书大人定会找舅舅算账。可我不怕，我做的是正经事，何错之有？简直是目无王法！那乡下女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掌握我柳家的千金，沈承妖若是不给个交代，本官今日便在圣前撞柱。大人息怒，圣上定会为您做主的。小姐不好了，奴婢刚才听人说，柳尚书一早就进了宫，在大殿上哭天喊地，参了咱家舅爷一本。他怎么参的？他说舅爷纵容外甥女目无王法，仗着圣上的宠信欺凌贵女，坏了京都的名节。皇上听了大怒，已经传旨召舅爷入宫对质了。小姐，要不咱们去把那学堂的牌匾摘了，把门锁了吧？你说什么？咱们初来乍到，根基不稳，万一圣上真的降罪，岂不是要连累舅爷丢了官位？小姐，算奴婢求你了，咱们不争这口气了，行吗？不行，春莲，你记住了，这学堂不能关。可是，这不仅是我和你夫人的心愿，更是那些好不容易才挺起脊梁读书的女子的唯一希望。我若是退了，她们就真的没路了。哪怕这次豁出一切，我也要死死守住。舅舅，你没事吧？圣上可有降罪？心月，怎么急成这样？心月，你且猜猜，今日在御书房，皇上是怎么说的？舅舅，圣上当真没有责难。那柳尚书可是哭诉我欺凌弱小，目无纲常啊！柳尚书在御前哭得老泪纵横，连本官的乌纱帽都想摘了，可皇上只回了他一句话。什么话？皇上说，这女子读书，放眼大魏乃至历朝历代，皆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既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了这个头，那便不妨一试。皇上，圣意竟如此开明。还不止这些，皇上当众下旨，知微学堂并非私产，往后由内务府拨专款支持，列入京城御准名录。皇上还特意叮嘱本官，知微学堂乃是大魏革新的火种，让本官务必替他好好护着。皇上竟会支持我，我原以为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勉强保住名声。傻丫头，你以为皇上只是因为一时兴起？难道圣上另有深意？皇上正值壮年，早有革新立志废除旧俗之意，只是那些世家大族根基太深，他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去撕开那道防线。你这知微学堂看似是女子读书的小事，实则是对着那帮老九的规矩捅了一刀。这学堂正好合了圣上的心意。麻烦通报一声，我们家二小姐仰慕高小姐才华，特来求学。哎呦，连内务府都拨款了，这哪是寻常学堂，这是圣上钦点的，能送女儿进去，那是莫大的荣宠。这便是权势的味道。昨日是草，今日便是宝。有了皇上的支持，知微学堂瞬间名声大噪，京中的世家霸族再也不敢说三道四，反而纷纷送女儿来学堂读书。高小姐，前日小女顽劣冲撞了学堂，老夫教女无方，今日特带她登门谢罪。对不起。大声点，没吃饭吗？高小姐，前日是我浅薄无知，请您原谅。柳小姐既然知错能改，新月自然不会揪着往事不放。不仅如此，老夫觉得知微学堂确是女子修身的好去处，今日特为玉瑶报名，往后她便是这学堂的学生了，还请高小姐多多磨练她。大家不要急，
是王哥老家的，咱们家3位小姐都想入学，银钱不是问题。小姐，您瞧瞧，这2天报名的名单都能绕京城1圈了。从尚书府到富商巨后，全把女儿往咱们这儿送。高小姐，除了识字算账和女红，你竟然还要加医术、兵法，甚至相术。这医术救人倒也罢了，可兵法相术向来是男儿志，交给这些姑娘，怕是又会惹来非议。非议早晚会有，但本事长在他们身上，谁也夺不走。小姐，奴婢以前总觉得女子这辈子能管好后宅那本账就不错了，可现在看着她们学兵法、学医术的样子，总觉得她们身上有股光。这世道给女子的路太窄，我不要她们只学会相夫教子，我要让她们明白，若有一日灾荒临头，她们亦能提笔定乾坤，挽袖救冲生。我要让这些女子不仅能相夫教子，更能独当一面。乔姐妹，那就是如今京城人人躲账3分的高小姐，连尚书府都在她手里栽了跟头，现在谁还敢说她半个不字？不过是仗着都院大人的事儿，可偏偏这学堂名声越来越大，连我那婆母都动了心思，想把家里几个小姑子送过来学算账，真是世风日下。多亏了高小姐，我那闺女识了字儿，现在都在绸缎庄做记账娘娘了，再不用受婆家的气。谁说不是呢？高小姐真是咱们女子的活菩萨。小姐，您瞧，今年报名的名额已经彻底满了。现在京城里谁不知道西城的知微学堂？就连那些曾经背地里却片墨的世家，现在见着咱们的车轿，都得尊称您一声高小姐。名声不过是虚物，我求的是这学堂里的灯火不灭。先生，这是学生今日练的字，请先生指点。写得极好，记住，手里的笔稳了，脚下的路才不会晃。小姐，风凉了，在想夫人吗？春莲，你瞧那晚霞，我娘临终前眼里映着的就是这样的天。那时候她被困在那方寸病榻上，到死都没能走出去。夫人若能看见您如今的样子，在那头定是笑着的。娘，你看，我做到了。我开了这女学堂，让天下的女子都能有读书的机会，都能挺直腰杆，活在这世间。你的心愿我替你完成了，而我也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往后的日子，我会守着我的知微学堂，守着这些女子，守着我心中的光，一路走下去，不问归途，只问初心。京都的风依旧凛冽，却再也吹不散我心中的坚定。因为我知道，只要心中有光，前途便永远光明。